嗨，大家好。今天首先要跟各位介绍这个网站运作的原理跟简介。首先，我们写好的这个网页的程式以及网页的档案，都放在这个 Web Server， 就是网页的伺服器。那首先有各式的浏览器向伺服器发起请求，那伺服器再向这个浏览器回应 HTML 档等等，然后再来是由浏览器解析这些档案，再向这个伺服器后端的 PHP 档或 Java 的程式档发起要求资料。那由 PHP 的程式档再向资料库提取资料，然后转换成这个 JSON 的资料档案，再回传给这个浏览器的 JS 程式来解析，然后更新网页的这个画面资料。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我们要写网页，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工具，硬体的工具。不管你是用这个 Windows 的电脑或者是说 Mac 的电脑亦或是 Linux 的电脑，那指的就是作业系统上面的差别。那当然，以我自己个人的建议，最好是采取这个 Mac 电脑来编写这个程式。那为什么要采用 Mac 电脑？那是因为 Mac 电脑它比较稳定，那开发的平台在全世界来讲，那毕竟是写网页，那网页就需要网站 Web Server， 网站伺服器的运作。那对于 Mac 来讲，它的作业系统也是基于 Unix 类的免费的开放原始码的作业系统而发展来的。那跟目前全世界这个伺服器占最多的是 Linux， 他们其实是相兄几乎是孪生兄弟那所有里面的东西都可以自行沿用。那为什么不采取 Windows？ 那 Windows 自己这个微软它自己加了一大堆有的没的那编写起来也不是那么方便，那运作起来速度效能跟这个 Linux 之类的上面的 server 来比的话，它确实是速度上会有所差异。当然，写程式码这是谈到这个网站要运作的另外一个层面。那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谈，就是说，除了拥有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电脑硬体之外，那我们所需要的软体那在上一集也有谈到，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Google 来编写来查看。那因为我们学的话，学程式语言，不管哪一种语言，虽然网页它是标签语言，也就是所谓标注语言那它本身并没有很多很复杂的程式的逻辑的运算，它依靠的是这个 JavaScript， 或者是说后端的 PHP， 或者是说这个 CSS3 这个样式语言，把它这个美化、丰富、特效化起来。那当然，我们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我才上一集谈到，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够依靠这个所示即所得，或者是另外的沿用别人编写好的框架。那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它就是你会过度依赖这个视觉的效果。那在谈到这个视觉效果，通常我们在开发一个网站写网页的时候，会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看它是哪一种这个行业别，而它的这个单元有多少，它的资料有多少那收集了它的资料不管是公司的资料，或者是这个图片文件，那还有就是这个影片需要的
现在最流行的影音的影片，那都是必要需要来去规划它。那通常我们谈到这个设计的话，会关系到美术编辑的部分。那当然，以前我公司的经验，我们会有另外的，就是说视觉效果，就是设计 UI 的部分。那通常的版面的设计会先由这个 UI 设计人员、平面人员，他们把版面设计出来，然后再交给前端的工程师或者是网页设计师，把这个用这个 Adobe Illustrator 以拉所画出来的版面，每一页各单元通通画出来，那配置什么样的资料，配置什么样的图片，那再由这个网页设计师，前端的网页设计师，把用 AI 的用这个以拉软体 UI 工程师所排版出来的这个版面，把它画成是这个网页的程式语言，把版面画成是这个 HTML 加上 CSS， 再加上这个 JS，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JavaScript 去把前端全部打造出来。那在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版面的通常我们会采取，大多数的公司会采取2种，就是我们公司大部分替客户编写的时候，因为现在是响应是自适应网页的时代，不只要满足这个电脑端萤幕的需求，也要满足移动端，就是所谓平板、手机之类的行动装置的版面，所以它变成要变化。那一般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大部分会有满版，所谓满版就是填满整个萤幕。另外一种是所谓的这个居中，居中就是让设计成大约是1920，最大1920，它就至中了。那你萤幕再宽，它还是1920的宽度，就是内容占的1920的宽度，然后置在萤幕中间。那通常网站就看它的需求，那你资料多不多？如果资料单元很多，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田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这是之前我们帮他做的，那你看，那如果说我现在把它拉宽到整个萤幕，这个就是所谓的满版，它就会占着整个满版，所有的版面是这样。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要把它拉回来，依序缩小，它的版面就会变化。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是美容的，美容连锁店的。那各位可以注意看到，在这个黑的部分，头部的部分，所谓头部的部分，这些连结跟它的单元的分布，那看到下面区块说明的区块，版权宣告的区块这边，那我们可以注意看看，同样的，我们把它拉到最宽。那我这个萤幕是超宽萤幕3440乘以1440的解析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变，这个区块黑的部分这个区块不变，然后这个排版就全部自重，就在这边自重，它不变，下面也是不变，那这个各位就可以区分开来，就是大致上是有这2种。另外我们再看到 YouTube 的网站，它这个网站的编排，你看它也就是满版的，它随之放大，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YouTube 就是满版。所以我们在编写网站的时候，大致上自适应网站会区分为这2类。谢谢各位，欢迎订阅、分享、按赞。